别动！别动！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没有权利过问，我也没有义务回答。哼，你可以不跟我解释，可是反共游击纵队的兄弟们都想亲耳听听曹特派员你的解释。老弟，别怪哥哥，哥哥我就想知道，你带着10几个弟兄出去，怎么就回来你一个人？陈将军，作为我的副手，我希望你具备一点最基本的军事素养。今天上午，我带着弟兄们出去之后，突然听见一阵枪声，而且还发现一支共军的小分队。你知道，曹某平生最恨的就是共产党，于是我就带着弟兄们冲上去了。最终的结果呢，击毙了5名共军的公安，弟兄们被蜂拥而上的共军俘虏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那你是怎么逃回来的？将军阁下，逃生是军人必须具备的素质。难道你希望我也被共军俘虏？曹创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废弃仓库的？什么废弃仓库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仓库。我说过，我是听到枪声，跟着共军小分队一块儿杀过去的。难不成，二叔你跟这支共军小分队有什么瓜葛？可是你对野狼的妻子和孩子手下留情，你又怎么解释？解释？我还想听听你跟我怎么解释呢。你敢质问你的上级？什么上级？我们反共游击总队直接听命于国防部，什么时候跟你二叔有上下级关系了？你问完了吧？下面是不是该轮到我问了？我想知道，既然我们也是惊蛰行动的一份子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行动？还有，既然你要交换人质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而你要对付的，一个是我的兄弟，一个是我兄弟的女人。二叔，请你当着我们游击总队的弟兄们，也说道，我对他们手下留情过分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答不上来了吧？还是你本来就居心不良，故意挑拨我们内斗，然后你想趁此机会收编了弟兄们？说呀！你们敢不听二叔的调遣，还敢拿枪指着二叔？你放屁！论党国，我们听命于蒋委员长；论保密局，我们听命于毛局长。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听命于二叔啊？哦，要不然就是二叔你对党国图谋不轨。曹创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有一天撕下你的面具。彼此，恐怕你才是一张画皮。特别，特别，刚才那事儿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您消消气。刚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您呢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看，哎呀，特别，你看，您刚才那番话，真是给弟兄们出了口恶气呀。既然刚刚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不得不赶紧找到一个东西。您说找什么东西？细菌武器。细菌武器？对，日本人留下的。在我从澳门返回大陆之前，保密局已经明示，务必尽快找到藏匿这批武器的仓库。据我所知，刚才那个娘们儿
也在千方百计找这个东西。也就是说，谁先找到这批细菌武器，谁就将在党国的复兴大业中拔得头功。这种好事儿绝不能再让那小娘们抢了先。特派员，您说吧，那批武器大致藏什么地方？你还记得上次我和崔胜文打开的日本人留下的那个武器仓库吗？我当然记得，可那所有的武器都被那小娘们搬空了呀。那只是表象。据我分析，日本人做事绝不会有头无尾，他们一定会充分利用地形地貌，最大限度地节省使用材料，降低仓库被发现的可能。所以他们很可能在仓库的结构上做文章。你是说，仓库是2层结构，上面一层存放枪械，下面一层存放弹药和细菌武器。对呀，这完全有可能。特派员，我马上派人过去，严防他人抢先一步。明天上午，请特派员亲临现场勘查。行，就这么定。还有，把这儿的情况立刻电告保密局，以防那个女人恶人先告状。好，我去布置。用的是日本武士刀。从刀口上看，切面整齐、干净利落，没有任何连带成分，极有可能是那种叫手刀的短刀，斜抹而至，大概有6寸5分左右。这种刀是刺杀暗杀的有效利器啊。以你的判断，会是什么人？毫无疑问，日本人，而且极有可能，他就是那个真正的麻雀。大哥今天接收电报发现了错码，他能肯定这个耳鼠不是麻雀，他是在模仿麻雀。如果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话，那今天中午的混乱和无私的被杀，就是这个真正的麻雀导演的声东击西。他让红姑打着他的旗号去交换人质，几乎吸引了全部的警力，然后他再趁虚而入，私闯老宅，为的就是劫走山口俊一。这个真正的麻雀会是谁呢？就在眼皮子底下。二哥，不管他是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转移山口俊一。在这种关键的时刻，咱们不能有半点闪失啊！你已经想好地点了吧？在我看来，现在最安全、最稳妥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家的地下室。想要抓住麻雀，咱们得设个更大的局才行。麻雀碰到你这种挚友的对手，算是他的不幸。而我碰上你这样的二哥，就是我的万幸。行吧，别再吹捧了啊！转移山口俊一，这是大事儿，我得马上回到局里报告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。如果把山口俊一关进监狱，那么这个诱饵就失去了作用。麻雀一旦无计可施，走投无路，他就会狗急跳墙。我同意盛文的意见，先暂时把山口俊一押到崔府，张望以待。这出戏完全是唱给麻雀的，所以不怕声张，要公开的把山口俊一押到崔府去。不过盛文呐，这样一来，会给你的家人带来诸多的不便，甚至还会有危险。不知道崔老先生会不会同意呀？您别这么说，这是有利于新中国的事儿，而且是为了抓捕麻雀。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，我们崔家上下无一人会退缩，请您放心。
感谢了。明天上午，我一定亲自登门向崔老先生致歉。那我先替家父谢谢您。啊，来坐下。陆凯啊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啊！安保的各个细节必须考虑清楚，尤其是崔府上下的生命安全。是。看看吧，陈将军，这样写是不是符合您的意思？承启毛局长，自惊蛰行动开展以来，我部几倾全力与二叔配合，或沦为弃子，或损失惨重，各种委屈数言难详。然二叔诸番挑动我部内斗，意欲全权掌控之心日渐昭著，望局座了然我部之苦心及忠心，指派任务于我部，我部定当肝脑涂地，为国效忠。好，特派员，那小娘们儿不是动不动就让你我解释解释吗？我看他这回啊，怎么跟毛局长解释？发报。这个二叔行为乖张，不拘一格，看来又触犯众怒了。看看吧，反共游击总部又跑到我这儿来告状来了。局座，我刚刚也收到二叔一份电文。怎么？难道还要负荆请罪吗？念。是。承启毛局长，惊蛰行动以来，反共游击总队屡屡围绕计划，擅作主张，打乱筹谋，望局座明察其变，削其职权，以保计划实施之万全。二叔。哎呀，这个结果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，有点意思。属下不甚了解局座的意思，恳请局座明示。古书上说得好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既然他们针锋相对了，那我何不做那个静观其变的老翁呢？是，局座英明。小心台阶儿。周局长，崔老先生，我这个不速之客前来打扰，实在是抱歉的很呐。什么不速之客呀？你们就是我们老百姓啊，驱邪避恶的门神，我们喜欢还来不及呢，谈何抱歉呢？想必我来此的缘由，崔老先生都清楚。周局长不用说了，国家安危匹夫有责，更何况这也是为了圣文，我理当尽力的。有什么吩咐呢？你尽管说。
那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除了保密还是保密。这几天呀，就劳烦府上的人不要随意出入啊。如有事情必须要外出的话，务必跟我们的人打招呼，经过允许才能出入。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。我知道。首先呢，我要以身作则。好，有什么大事小情的，及时和你们沟通。好的。陈妈，哎，你清楚了吗？是。好。我们家地下室在后面。好的。多有冒昧，请多多关照。我们中国人呢，一向是以德报怨，宽厚待人。在这饿不着你，走吧。点菜了吗？点过了。真是不容易，终于等到你兑现诺言请我吃饭了。这是我最大的优点，说话算话，从不食言。你可拉倒吧！从我来的那天起，你就说要请我吃饭，你都说了有800回了吧？直到今天，我才荣幸地坐在这里。你记着啊，这可是第1回。一直忙，倒不出空来。不过你应该值得庆幸，我的那帮兄弟跟了我那么多年，我没请吃过1顿饭。刚才你提起第一次，也让我想起我第一次见你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只是没点破罢了。你当时看我的那个眼神啊！别害怕，有我在。冒着绿光，涩涩的。那是隔壁旺财，我是正人君子。你干嘛呀？这么大声？你想让全世界人都听见吗？听见怎么了？我说的是事实。趁热吃。同志，你的餐齐了，请慢用。陆凯，你不会吧？你连个菜都不舍得点吗？正所谓，吃饭不点菜，省钱谈恋爱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这样好消化。非常时期，我就原谅你占我便宜了啊！着急上火，看在你送我书的份上，我帮你出出主意啊！到底是谁更咋呼，谁更蹦跶呀？骗子！你又戏弄我是吧？啊，好玩吗？能不能换个花样？还笑？即便是能和你做1分钟的恋人，我也是觉着幸福的。
这辈子值了。不是你这玩笑开的还小啊，影响多不好。哎，你撕，你要撕了，我现在就回去写结婚报告。庆竹，我觉得吧，自己人在一块儿就应该无拘无束，无话不谈。你就说我吧，我每天没心没肺的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充满朝气、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中。不是的。你不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。我怎么不是了？你善良、单纯、可爱、细心，而且啊，还有女孩子特有的敏感。尤其啊，你在看某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就更不一样了。谁啊？明知故问，当然是陆凯啊。你看他的时候，眼神里除了温柔啊，还是温柔。有吗？这就不好意思啦，这个叫做习惯成自然。你已经把你对他的关爱变成了温柔自然的流露了。哎，金竹，你还挺厉害的嘛，心理学学得不错啊。嗨，我这个算是什么心理学啊？只不过是细心观察的结果。结果。大家把近几天的工作汇报一下。局长，我来说一个情况。在整理崔胜文上交的那批军统档案时，我发现其中一份很奇怪，被审讯者明显是一个女性。审讯的内容是问她被日本特高课抓捕之后，是否有向日本人供述出她所掌握的相关情报。可是这个女人的回答有些异常，甚至有点古怪。没有名字，只有个代号 Q15。Q15，你是说这个 Q15和麻雀有关？我还不能确定。不能确定，你说它干嘛？这不耽误大家开会的时间吗？我只是希望能够求证一下。那你去找崔胜文核实一下。继续开会。陈姨，哎，少奶奶，有事儿啊？这乡下来了好多客人，要在这住上一阵子，买菜做饭也就成了问题。爹怕你累着，从电厂给你派了个厨师，你叫他老刘就行了。哎，今后客人的饭菜就由老刘负责，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少奶奶。那你一会儿买菜带他熟悉一下环境。哎，是。哎，少奶奶慢走。特别热闹，给我买个菜啥的都在这儿。是，挺全的，你看看。哎，刘师傅，哎，您这家在哪里？家在城南刘家屯儿。哦，那您这做厨师很多年了吧？厨师倒不敢当，就是能把饭菜做熟了，这心里就不愧得慌。哎呀，瞧您说的。水果啊。哎，傅成虽然是个哑巴，可是人灵活着呢。你看把他给忙活的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哎，太姨，您来了。哎，这是你要几只？老规矩呗。好嘞，当家的，听清没？2厨，外带1只老母鸡。这回呀，可得给人收拾干净点，别回去又让太姨拔毛套肚的。好嘞，放心吧。
还是你明白。哎，太姨，快进来坐。好。哎，副成，你带刘师傅到前面买点菜，记得早点回来啊，别走远了啊。哎，刘师傅把钱拿上来。您看着，您想买啥买啥啊。太姨，进来坐。哎。邪影电台，这才是真正的麻雀。你终于浮出水面了。山口军一已于今日移至崔府，速做营救准备。令即刻探明曹创动向，速报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崔胜文果然向共军投诚了，党国的败类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下次看见他可以直接干掉他。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你还记得崔府旁边那栋小楼吗？记得，2楼有个窗口，正对着崔府正院。对。花重金把它给我租下来。这件事你让浅田去办，越快越好。是。哦，你去曹创和陈世明那儿观察他们的动静，记住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好。特别，你有没有这个？推测过今天的结果呀？推测啊，我没推过，我只知道欲求生快活，需下死功夫。只要咱们把功夫下到家，就不愁没有好结果。陈将军，请玩。谢特别。陈将军，你看，当年日本人在这儿可没少下功夫啊。可下了功夫又怎么样？还不照样被滚蛋？但是留下的隐患可滚不了。怎么了，特别？你听到什么了？风声。风声？这么封闭的地方，怎么会有风声？拿支火把来。快，火把！把纸抛开，快，把纸抛开！特别，你说这个风声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说的风声，就是这个小孔发出的声音。严格的说，应该叫啸叫。啸叫？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这个啸叫一直都有，只不过咱们没有在意。可是它为什么会啸叫呢？这是空气对流的必然结果。在这个小孔的对面，一定有一个通风口。山洞外的空气
通过这个小孔和对面的通风口形成对流，就发生了类似风声的啸叫。所谓空穴来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是这样。那个通风口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隐藏细菌武器的仓库没有通风口是绝对不行的，它很可能就建在山洞外的某个地方，通过巧妙的隐藏，很难被人发现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小孔下，就是我们要找的细菌武器库。这只是我的推测，是与不是，还要看挖掘之后的真实情况。我早就说嘛，只要曹老弟你这一推测，这10有8九这事儿就成了。哎，可那个小孔是不是日本人故意留下的呀？他们没有必要留这个小孔，我看是他们在施工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小小的疏漏。报告，发现了一个洞口。我下去看看。不，曹委员，您先别下，你们2个下去看看。是。曹委员，这锁，你看啊，这是一个钥匙孔，只有插入一个花形钥匙，才能转动这2个密码盘。也就是说，开门的人既要拥有这个花形钥匙，又要掌握2套密码，否则的话，这个门根本打不开。这么说，咱们是白忙活一通了。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吧。哎，我还不信了，最多50公斤炸药就能炸他个屁毛不剩。不错，甚至都用不了50公斤，依我看，20公斤炸药就可以把它炸开。可是不行啊，陈将军，这里边装的是细菌武器，一旦引爆细菌武器，你我都跑不了，而且还会殃及无辜。那。你急什么呀，老兄？咱们能够找到他，已经算是头功一件了。可以马上电告毛局长，让他也跟着高兴高兴。对呀，陈立明，告诉电信室，立刻给保密局发电，向他们报告这个重大消息，而且是好消息。对，重大好消息。是。陶培安，那这门的事儿还跟他们说吗？当然要说。不告诉他们，怎么把这个难题推给他们呀？我明白了，听着，电文这么写：保密局及毛局长，我部官兵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日军藏匿细菌武器的仓库，特报告此重大好消息。如何处置？请尽速电告。特别，这么说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立刻发报。是。那接下来，严防死守。凡是企图接近仓库的可疑人员，一律格杀无论。就静候开启之人上门就好了。好，风向也要变了，就是不知道往哪儿刮呀。
哎，少奶奶有事儿啊？电话局的人来给客人安电话，你让你侄子去给安专公打个下手吧。富成，别切了，快跟少奶奶过去，记得有点眼力劲儿啊。 我想起来了，这份档案是从北平站转过来的。当时我是春城站的行动队长，上峰派我接收这份档案，档案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因为在抗日时期对日本人投诚便捷的 Q-15的口供有疑问，转到春城来，让春城站协助调查 Q-15的下线。他的下线？对，这个 Q-15是军统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的组长。 他被捕了之后，他的下线也就随之消失了。从这份口供上，你能很明确地感觉到他在极力地为他的下线遮掩，而其目的很简单，减轻负罪感，为自己留条退路。有道理。从这份口供的文字上来分析，我有种隐隐约约的感觉。我觉得，他极力掩护的这个人，好像是个女的。 那你当时的协查有结果吗？当时好像没过多久，苏联就跟日本宣战了。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展开了攻击，战局混乱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继续协查，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你再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？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追捕麻雀上。至于这个 Q-15。 我是真的没太在意。当时军统北平站站长是谁？周时光，后来被日本人杀了。那还有谁了解当时的情况？我再想想。报告，周姐，电话局来人装电话了，可以让他们进来吗？让他们进来吧。好，你们进来吧。 组长，电话是在这屋吗？不，装在里屋。那我们可以进去吗？进去吧。小徐到。他们进去装电话，看着点。你们进去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啊！这个曹创果然是不负党国的厚望。日本人藏匿的细菌武器，居然让他给找到了。 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！啊！哎，电告曹创、陈世民，不赏之功，当在惊蛰行动成功之后一并加赏，望他们再接再厉，完成惊蛰行动。是。局座，属下认为，日本人设计的细菌武器库必定机关重重，要想真正得到它，还看仓库的门能否打开呀。 这个我当然知道。这样，你马上电告二叔，让他尽快与曹创、陈世民部联系，共商破门之道。另外嘛，你还要提醒他，若惊蛰行动再拖延下去，我可就要把他扯回来了，严厉追究他的责任。 是。先生，您的箱子打开检查一下。
对不起，小姐，请把你的皮箱放到检验台上，我们要检查。看吧，随便看。看吧。请把它打开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幅国画，带给我外婆的。我能打开看看吗？国画有什么好看的？看呗。郑板桥的墨竹啊。赝品，是我妈仿的。仿的？仿工精湛，惟妙惟肖。那当然。那么，这也是他仿的吗？这什么？我把它打开看看，不就知道它是什么了？山兰小姐，这也是一幅画，不过这幅画可不是什么墨竹了，而是黑龙山的地形坐标图。不，我不知道是谁放在里面的，你们一定要替我查清楚啊！我真的不知道。山兰，收手吧，你的表演到此结束了，带走。公安同志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放在里面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相信我，我不知道。他吃了吗？你别说，咱们科长的办法真见效，他不但全都吃光了，而且还要水喝呢。也许他忘了，他应该快60岁了，一顿不吃不喝还能扛得住，可是连着饿他几顿啊，准得怂。你过来吃吧，我去看着他。好。时间刚刚好，走吧，咱们吃饭去吧。我吃过了。你吃过了？我和那些干警们一起吃的，他们的饭菜挺可口的，你放心吧。我们不是说好了今天中午跟我爸一块吃吗？盛文，我想过了，如果我要过去和你的家人一起吃饭，会很尴尬的。尤其是你的父亲，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他不高兴，惹他烦心。清楚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爸应该是知道的。而且我爸也知道为什么我跟香涵过不到一块儿去，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有这些顾虑啊。我能不考虑吗？我没名没分，不清不楚，我在他们的面前算是什么？是你的妻子，还是你的情人？这样太让人尴尬了。没错，我是没有给你所谓的名分，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7年了。这7年，你不但一直在照顾我的生活，而且你时时刻刻都在为我担惊受怕，为我冒险，不止一次的救过我的命。青竹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了。我们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，为什么还要担心这些呢？走吧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盛文，我不能去。盛文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想让我尽快的融进这个家，成为这个家的一员。可是盛文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从当初我选择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暗自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：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不能有非分之想，更不能干涉你的家庭。我知道，要遵守这条规矩很难，可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。我能做的和该做的，就是无条件的接受现实，哪怕你最终抛弃了我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。人都是有脸面的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是不是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脸面？盛文，
请你不要让我在后悔和自责的煎熬中，再去接受众人的鄙视的目光，好不好？楚子，这些年你跟我受了这么多苦，遭了这么多的罪，可你呢，从来没有半句怨言，一心一意的在我身边支持我。青竹，委屈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，你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。尽管我没法给你所谓的名分，可是在这个家里，只要是我在，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有丝毫的歧视和轻蔑。我们现在就过去，即便大家会不高兴，但就这么一回，我们共同去面对，好吗？盛文，你不能这样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我去把话说清楚。盛文，父亲，他呢？怎么没来啊？你们闹别扭了？他怕大家看到他觉得尴尬，所以他就不过来了。尴尬。那以后呢？彼此就再也不见面了？嗯？好了，你坐吧。盛文呐，其实你们的事情啊，6年前我就知道了。我说你们，不仅是指你和湘寒，也指你和静竹。客观的讲，你们制造的这个局面，对于一向尊崇传统、重德贵义的崔家来说，的确是让我羞愧汗颜、无地自容。可是究其原因，也让我心生感慨啊。倘若不是日寇入侵、国家灾难，也许你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正是由于国家的灾难，才有了你们这些乱世鸳鸯。对于静竹的处世为人呢，我知之甚少。可是湘寒的善良孝顺，却让我深深的感佩啊。心若浮沉，浅笑安然。这世上有多少女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嗯？可是湘寒她不仅做到了，而且做到了极致。盛文呐，你妻子她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她要和你解除维系了7年的婚姻。按照她的话说呢，与其有名无实，倒不如就此了断，还所有人一个公平。听到他这个决定啊，我感到震惊，而且我不能接受。可是想到这些年来他所承受的痛苦，他知书达理、宽宏忍让的气度，又让我无言以对，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父亲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等你把眼前的事情做完以后，你们就分手吧。
香涵姐，是我不对，是我打扰了你的生活，求求你不要离开这个家，离开盛文，离开你所熟悉的一切，因为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。该走的人是我。静竹，有些事儿你还不懂。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，如果能和相爱的人相濡以沫，相伴终身的话，那会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明白的。是，谢谢政府。报上你的姓名，以及42年之后、45年之前你的职业。我叫乔家生。1942年，我是从国民党军统稽查长位置调到军统的北平站副站长。当时北平站行动组组长是谁？钱一鸣，代号 Q15。他当时有几个下线？时间太久了，我有点记不清了。想不起来了。乔家生，作为一个有着20年特工经历的人，你会相信自己是记忆力减退吗？你允许我再想想。可以，不过我这是最后一次给你机会。我想起来了，钱一鸣只有一个下线，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当时年龄大约18、19岁，叫什么名字？叫祖妹，代号花蝶。据我们了解，她在钱一鸣被捕之后就失踪了，是这样的吗？的确是这样。那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。不过什么？说。1个月以后，他就出现在重庆。他说是钱一鸣坑害了他。他是逃脱了日本特高课的追捕，才逃到了重庆。当时戴笠正在为北平站几乎全军覆没的事情大为恼火，当即派人把钱一鸣押回了重庆，并且亲自审问了他。后来，钱一鸣被毙了，据说是戴笠亲自开的枪。那祖妹呢？戴笠很赏识他，很快就重用他了。他被任命为情报处中共科副科长，经常往来于全国各大省站及办事处，而且经常跟戴笠进进出出。那时候，他与戴笠的秘书毛人凤混得很熟，两个人关系甚好。乔家生，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北平待了没多久，就被调回了局本部。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些情况，一部分是我亲眼所见，另一部分是道听途说。日本军战败后，我被调离了局本部，所以从那以后，他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？当然记得。大家静静，
弟兄们，听我说几句。哎，别怕，不多，就几句。弟兄们，我们反共游击总队能有今天，全都是因为咱们有一个贵人。小子们，知道咱们的贵人是谁吗？知道。那你们说谁呀？曹特派员。对，就是我们的曹特派员。要是没有曹特派员，国防部能够通令嘉奖我们吗？能够派人送来白花花的大洋吗？不能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唱我昨天写的那首歌，献给我们的曹特派员。是。1、2、3、4、5。上山好辛苦，苦了只要凉，苦了只要凉。1、2、3、4、5，贵人好威武，他是俺的爹，他是俺的娘。1、2、3、4、5，山上不辛苦，紧跟特派员，勇敢向前方。1、2、3、4、5。来，弟兄们，特派员马专员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特派员，怎么了？啊，陈将军，咱们来客人了。客人？谁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马专员，我们曹特派员请你进去。谢谢兄弟，请给我带路。曹特派员，陈将军，马专员，马专员，够悠闲的呀！跑到大山里来，是遛鸟啊，还是散步啊？哎呦，这瞧您说的，我是来给二位报喜的。消息够灵通的。哎，哪里，我也是才知道，并且我还收到了保密局斥责二叔的电报。那他是活该。没错，狂妄之人必定遭人唾弃。不过什么？保密局责令二叔即刻与二位取得联系，共商破门之道。我估计他很快也就会到了。这么说，马专员是过来监视他的？职责所在。那好，只要有马专员在，我想二叔应该会有所收敛。他至少得给你一个面子吧？哎呀，曹特派员，您太客气了。如果二叔一改他以往的专横跋扈，那也是因为完全惧怕两位将军。但愿如此。要不你也喝点？哎，马专员，来，请。啊，不了，公务在身。坐吧。座れ。はい。酒井一木。酒井君。はい。你不用站着，可以坐下回答问题。立たないで座って答えていい。你把1940年你在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所担任的职务还有军衔说一下。当時私の役目は北平特務機関の機関長で。当时我担任的职务是北平特务机关长。軍階は大佐。军衔大佐。
1940年12月，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曾经抓捕了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，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？彼の名前を覚えていますか？覚えてる。名前が钱一鸣的。他叫钱一鸣。他曾经供述过，他有一个下线，真名叫祖妹，代号叫花蝶的女特工，是这样的吗？太鼓は課長の女特攻です。そうですか？はい。是的。钱さんの供述によって，根据钱的供述，祖妹が当日の夜我们捕まった。当天晚上就抓到了祖妹。然后你们给她用刑了？それから彼女に拷問したか？はい。是的。那她招供了吗？言い出したか？はい。是的。彼女を下ろして返していいよ。はい。ゾンビの下に属しているメンバーと2カ所の秘密連絡ステーションを含めて，他说出了他所知道的，供出了他的下线，还有2个秘密联络站。接着呢？接着你们怎么处置他？続いては、そして彼女をどう処置しますか？怎么？不想说？どうだ、言いたくないか？究竟一幕。酒井君，刚才我听战犯管理所的张所长跟我说，自从你入所以来，你肯于接受我方对你的教育，而且通过学习，你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有了一定的认识。我还听他说，在被关押的969名战犯中，你是悔罪态度比较明显的一个。难道说他告诉我的都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假象？如果不是，你又如何来解释你今天的表现呢？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对不起。ご質問の回答を断るべきではない。我不应该不回答您的问题。坐下吧。座れ。はい。你现在如实回答我。正直に答え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是。祖妹が供述した翌日，祖妹招供以后，第2天就被人带走了。是谁？谁带走了她？誰が連れ去ったのか？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。我不清楚。これは日本特務機関の中で最高秘密である。这在日本特务机关里属于高等机密。身为大佐的特务机关長，你也不清楚吗？君も知らないですか？これは規定によっては私聞く権利はない。按照规定，我无权过问。究竟一幕，中国有句俗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想知道，你跟你的上级或者下属就从来没有议论过这件事情吗？議論はしたことあるけど、議論過。確かではないため，但是没有经过证实，我不敢说。你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是真是假我自己会分辨。本当のこと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ゾンビを連れて行った人も女の人で、名前が山口恵子という。据说带走祖妹的人也是个女的，叫山口惠子，是日本关东军特高课的王牌特工。山口惠子。山口恵子。はい。她的代号叫什么？彼の代号は何ですか？確かにコードネームはスズメだという。叫麻雀。麻雀。スズメ？はい。スズメだ。是叫麻雀。那他为什么要带走祖妹？どうして祖妹を連れて行ったの？山口恵子さんは祖妹の素質を気に入り。据说是他发现了祖妹身上特有的潜质，要训练培养祖妹，作为战略潜伏的特工，替日本国的情报系统服务。那你见过山口惠子吗？恵子さんを会ったことあるか？一回会ったことある。见过一面。そして印象が深かった。而且印象深刻。那你把他的脸部特征详细的描述一下。その顔の特徴詳しく説明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